今天跟你讨论楔形交易。这个楔形交易在市场上很多人在讨论它。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楔形交易？简单讲，左边这张图它是一个下降的楔形，既然是下降，代表着股价本来从上方往下跌，在跌的过程产生这种形态，这一种形态就是你把高点连起来，它的低点连起来，会产生这种楔形。那它往上突破，这个时候认为是一个趋势反转，本来在下跌，接下来它往上突破，你这个形态。右边讲的是上升楔形，上升指的是股价本来在往上涨，涨到最后你发现它的高低点，这个高点连起来，低点连起来，这个都属于归类在一种趋势线里面。后来发现价格往下突破，那因为本来它在上涨，它往下突破，就认为这个涨势已经告一段落。左边也一样，本来在下跌，然后往上突破，认为这是一种下跌趋势要反转。另外一种是属于下跌的过程，产生这种下降的楔形，往下突破，认为这个下跌的趋势它要持续继续跌。右边是上涨的过程里面往上突破这个楔形，认为这个行情接着还要继续涨。那基本上大概就这样。那至于这种图形，你也不需要去记。至于在书上有跟你提到很多在解释这种楔形的定义文字，你也不要去研究它。原则上归纳起来，其实就这几句话，就是在一个上下两条趋势线突破一边进场交易，就这样。这个楔形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太复杂的文字，其实你也不需要去动脑。看这张比特币日线图，用这张来简单画一下，你大概就知道了，这样就可以。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什么楔形、三角形、收敛，其实不需要。它名称都不一样，名称很多种，这个演变起来很多名称。原则上，其实意思只有一个。它的意思，你只要懂它的意思，你要去用它是可以。我们先看在这个走势，这个是一段时间日线的走势，这上面我已经有先画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从左边这里开始，这个低点，你把它连起来，这下方就会有一条这个趋势线，这个也是在市场上也叫这个叫趋势线。虽然曾经我在跟你讨论趋势线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讲，像这种越来越低的，一般来讲你要画趋势线，其实应该画在它的高点，但是在这里就不管那么多，因为市场上也不管它低点高点。总而言之，只要你在这个高点连起来是一条趋势，低点连起来也是一个趋势，那很简单，你去画完这个往上突破，那你就往上买，就这样。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，其实连5分钟都不需要，你就可以理解未来这个股价格它继续走的过程里面，这个在走的过程，走到有一天你发现你看得出来它有这个高点，它的这些低点，你可以把它连起来的时候，这个你要去等到你看到，你才有办法去连，你才有办法去画。那画出来，同样的道理，它往上突破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做买的动作。未来有一天它往下突破，你就是进场做空。接下来你再看这个股价一直在波动，那波动多久？什么时候你会看出来
这因人而异。在这里我还是要跟你强调，这个不会每个人去看这个图形都会一样。现在行情是已经走完，我们回头去画它。在这里行情这样走，这样走，这样走，你在上方是可以画出一条下降趋势，未来它继续再走，继续走，你还可以发现这里有低点，低点，低点，大约就可以。因为不太可能每次你的低点画起来都会是在同一条的线上，一般来讲也不可能都在同一条线上，所以大概而已。大概就是说，这一条你画出来的这条直线经过的可能有下影线穿过都没有关系哦，所以不要去花太多的精力钻到里面去说我到底应该怎么画才对。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画才对，这个没有标准。原则上只是在告诉你说，如果像这样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下降的楔形，你要看得出来。那至于它是上升的还是下降，其实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它是一个下降，重点不是它上升还是下降，而是它未来是往上突破还是往下突破的问题。往上突破就告诉你说，你就不要再去空它，你就去买它，就这样。再来再看一次，这个过程也一样，这里有一个上升的轨道、曲线、趋势线，你要叫它轨道也行啦，这个画起来就变一个轨道。那至于这两条线有没有平行，或者上方这一条是不是一个水平？那如果它是接近于水平，就会变成不是楔形，市场又给它定义成一种三角收敛。那不管，你不要去管它的名称，因为像这里也一样，你要说它三角收敛也可以，所以不要钻到这个名称里面去。不管它这条是水平线，还是长得像这种有斜度的，是往上倾斜还是往下倾斜，总而言之，其实意思只在讲一个，你只要记住了，往下突破，那就不要再去买，你可以去空。那像这种你就是空，你要进场去空啊，风险有两个位置可以给你当成你的风险。第一，类似像这种突破，你的风险就在原本这个趋势线的下方，或者在这个突破之前的低点，去找一个你认为的低点。你要找这里也可以，你要找到最低点也可以，就看你认为这个两个低点距离会不会太远。像这里也一样，这里你如果进场要去买，你的风险第一个就在这个水平这条线的下方，或者是更低的这个前面这个低点，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定论，这个没有说一定怎么样。你要这样去用可不可以？原则上当然是可以，但是你随着时间它一直波动，你去看哦，这个图形再看一次。刚刚在讲是在讲这个范围，再来讲这个范围，后来你又发现，这个也是一个范围，就这个范围，再来这里有一个范围。等着时间越来越久以后，可能你会发现，我这里如果把它拉起来、连起来，是不是也是一个趋势？这个趋势未来有一天这里又跌破，那你再把它放大去看，这整个时间点，从这里到这里，等它都走完，你再去画，你会发现几件事。第一，这个也是一个趋势，上方这里也是一个趋势。那这里跟这个黄色的这两条的趋势又变成是一种三角收敛，这里是不是变成一种三角形往下突破？那一样，你就是要往下空，不要往下买。
在突破你的上升趋势，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往下做，风险设定在这一条上升趋势线的上方，这样就可以。等它行情再走到某一天，你又发现这个下降趋势就是原本这一条，未来如果又突破了，那你就是再去买，就这样。那随着时间移动，这个你所画的这个楔形，它会变的。这里跟这里，你再把它画起来，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波动的楔形？先不管这个波动，它是很明显的往上的一种趋势，或者往下，或者水平，你其实不用去管它，因为根本的道理只是在讲上下这两条的趋势线，它如果往上突破，你就往上买。未来你原本这里也可以再画出一条趋势，往上突破你就往上买。未来这里也一样，但是你必须去等待，什么时候你看出来，那你就去画出来这一条。只要它没有往下突破，如果它没有往下突破这个上升趋势，那你就不要去做空。等到你可以画出这一个上方的趋势线，等它突破，你就持续接着做多。那这个方式可不可以？这个可以这样去做，但是在这里我要跟你强调另外一件事，要这样做，其实你不需要动什么脑，也不需要花什么一整天几个小时去研究这个，这根本就不需要。这个只是在一个图形上面，你去画出一个至少你可以依据的东西，就跟一条趋势线道理其实也是一样。所以跟你讲说，这个定义在一个二维的空间里面，一个价格跟时间移动之下，它会产生一种形态，一种你画得出来的某种趋势。那这个趋势，它随着时间移动，你再去看它就不太一样。但是不管它，在这里你在应用它，其实很简单。什么时候你看得出来它往下跌、往下突破，那你就做空。任何时间往上突破，你就是做多；往上突破就做多，往上突破就做多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不需要你去动什么脑，这个无脑。这个就是标准，你不需要动脑。所以这个在几分钟之内，你自己去打开任何的价格走势图，股票也一样，你就可以画出来，你看就可以画，所以它不会有争议。你要用这种方法，你就不要再去想什么问题，比如说这里有突破，我去买。可能隔天还赚，但是短时间其实它还是有持续在往下跌，它并没有说这个一突破马上就像这里拉出去，并没有。这里往下突破还有跌，你去空还会赚，但是如果像这里它往上突破，你去买，多放几天，你要等它的这个形状产生，可能也没有了，后面接着又往下突破。那其实像这种你就不要去讨论，不要讨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既然突破你要买进，你就是守住你的风险。它如果拉出去，那你就赚；它没有拉出去，你就止损，就这样。不要想说我要再去研究一下，那么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我去买，它可能不会再回来。我空下去，它只会往下。我买了，它只会往上，不会说像这里买进去，然后涨不了多少，又掉下来，又跌破你原本的买进的价位。像这种问题，你不要去讨论。我再讲一次，你要去学这些交易的方法，要么就简单扼要，
你如果要深入去讨论，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。接下来就不是无脑，你不要用无脑的方式，又想要去研究它，那你会被困在这里面。一个趋势，简单的一条趋势线，它也是趋势，这个也是一个趋势线。那你要把它复杂化，或者方便你去判别，下方要连起来，下方也要给它一条趋势，当然也可以，当然也可以。那往上突破就去买，往下突破就卖，就去空，这样就好。因为这样，你花个3-5分钟，对你来讲，这个还是可以保护你。花3分钟的投资去学一个东西，知道哦，原来就这样啊！你不要复杂化，不要去研究到底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它没有那么多为什么，它简单讲就只有这一句话：上下2条趋势线突破一边就进场交易，就这样就结束了，就3分钟。千万记住，交易只有2种方法。交易其实只有2种方法，一种就是无脑，你不用再动脑，这个不需要你去动脑。有人教你这个东西，可以讲好几集，一直讲一直讲，从三角收敛到气形到什么形，一大堆，其实根本就不需要。往上突破你就往上买，往下突破你就往下空，就这样就结束了。那你要进场买或者进场空，你只要记得我要在哪里设定我的止损。那个设定止损，它没有固定的方法，你只是在比对你的风险能不能承受那一段。这里你要进场去买，你可以设定你的止损在这个上方这个趋势线的下方，下方就随便你，或者再往下一点，前面的低点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这个没有说一定怎么做。当然，你如果要深入去研究它，那可就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解答这种问题。接下来还是一样，给你一个总结。同样的这张图，同样这是同一张图哦，跟上面一张是一模一样。看一下哈，这下方加上了这个指标，这是 MACD， 这里是 MACD。那这个 MACD 呢，不管你用 MACD 还是你要用其他的，都随便你。这个我还是没有意见。没有看过扭转门的，接下来我不会深入跟你讨论，我只是拿着简单的这个楔形，然后去比对出来给你看。在这个时间点，这里圈起来这个范围的时间点，当初这里是有日做出它的头部的门关门，所以往下跌。在这个往下跌，在这个往下跌。关门的时候就在这里就关了，在这里关门，你在 K 线的图形上面，其实你顶多只能看到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，就是看到这一条线，你可以画这个上方，其实高点只有一个，你要等到下次关门拉回再往下跌，你才有办法有2个高点去连出你这个上面这一条下降趋势。这个你要等到这个时间点你画得出来，你的这个楔形是在这个时间点突破，但是你并不清楚，你在 K 线你是不晓得为什么它会这样跌这么一段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可能会知道，你也不要想要去知道。如果你用的是这种所谓的楔形这种形态，基本上你如果没有办法去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理解它的话，那就不要，你就不要去理解它，你就简单用最笨的方法就好，你就等它突破你再去买，你不要再贪心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更早在这个头部去空？除非你去日线的下方60分钟、15分钟再去画出你这种楔形。你要到它的底下的时间去画啊，顶多也就这样。但是对你来讲，会开始进入一种有一点复杂的状态。那这里也一样，这里当初也是这个动作上去之后下来关门，这个是后来在这里关门。
这个动作你在前面看起来它是一个三角收敛，没有错，它是有往上拉。但是正常来讲，我所谓的正常是指你有基础以后，你其实才会理解这个所谓的三角收敛它是干嘛？它是拉出去是在走日的第三波。这个是日的山，那日会拉动这个山，你在这里看起来是一个三角收敛的突破，往上突破，对吧？那这个为什么它会这样呢？因为它在下方60分钟或者15分钟，肯定是当初在前面你认为的这个水平这个地方附近，它有它头部的门，后来打开拉出去，做了日的山。日的山走出去之后，完成具备这个门的条件，关门，关门之后，后面才有这么一段。那跌下来之后，为什么这个下降趋势又突破？为什么？其实再去看这个下方这个时间点，日在这个地方又做出底部的门，后来开门往上拉，只是因为这样。那这里也一样，你在这里看到这种三角收敛这个大的突破往下跌，事实上这里是日的 V 波反弹，在这个动作你看到来到这个点位的时候，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出现以后，你可以拉出这个下降趋势。事实上这个动作它是在日的 V 波，所以后面还有一个 C 波，所以我在这里只跟你讲，要么你真要去研究，那你要花时间。但是如果你不想，你觉得太复杂，那就简单，你就看着这个所谓的楔形突破，你再去空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去空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哦，这个上升趋势是在这里，跌破的价位是在这里，理论上是在这里空。就是在这个高点这个地方，但是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不可能在这里空，因为这个高点出现，你才会有这一条下降趋势线，你未来才有突破你下降趋势线这件事。但是原则上这里会是一个高点，肯定有它的原因，你要去追踪原本那个原因，那你就要更复杂，你的思维逻辑肯定不是你想象画一条趋势线就可以解决，画一条趋势线突破我就买，没你想那么容易。所以我才讲，如果你的大脑你认为不适合太复杂，你又想简单，那你就简单去做，不要深入去研究它，你千万不要跳进去就无解，因为你会绕不出来，肯定绕不出来。你又觉得讲的太复杂，你又嫌弃人家这个讲的好像很复杂，所以你会自我矛盾。所有的市场上这些交易的方法，就跟你讲，它只分两类人在做，一类就是你适合什么你就这样做就好，一条趋势线可以保你的命，可以帮忙你，你就这样做。你又想贪心，我又想空在高点，我又想买在低点，那很抱歉，那个只有在某些时间点来，你可能可以做到。像这个趋势，你把它拉远一点，拉，一直拉到后面来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原本这里的低点，这里突破往下，这里往上拉回来，又在趋势附近，它又在趋势线附近。那在这里，你反而又可以利用这个上升趋势，后面你可能可以去买，但是你看到的还是在二维世界里面，这是叫做二维世界啦。人类有2维、3维、4维，每个人活的这个空间维度其实都不一样。你眼前的世界，你以为你看见的跟所有人都一样吗？不一定。那在这里，其实人家已经进入到什么情形？已经另外一个头部日的门，所以拉回来，这个都是在这个门的上方拉回，这个都是222，所以它只是刚好因缘凑巧
你的前世跟这一生它有一点凑巧的问题而已。事实上，这个都是人家有原因，为什么停在这里，停在这里？那刚好你的趋势画出来，这条趋势线刚好就停在你的趋势，刚好。因为这种东西随着时间在移动，最后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一种巧合。所以我只能跟你讲说，只有2种做法，一种就简单利用这种所谓的器型也好、楔形也好、三角收敛也好，你要称呼它什么名称名词都可以，就简单的做法倒还行。这个可以，因为至少你会有一个判断的依据。比如说后面拿出这个目前的比特币。因为今天是周日，我拿比特币，这是比特币的日的走势图。你再来看看这个图，你可以怎么去画它？你可以有很多的画的方式。以近期，你可以从这里高点把它高点连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下降趋势。那除了这个下降趋势以外，未来有一天，如果你发现这个比特币日往上突破，你要去买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因为你没有别的方法，当然可以。以前期你去画这个，是不是也可以画出这个趋势线？这个上升趋势，这是它之前低点在这里，低点在这里，低点在这里，好几个低点来过，后来是不是跌破这个上升趋势？你去空它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这个就是在一个简单的价格跟时间。就是二维2个条件，2个条件就是二维，你也不需要看什么交易量，根本都不要，你不要再看了。什么 RSI 什么均线，你也可以不要看，除非你有把握。加上一条均线不会混淆你，加上一个 MACD 不会混淆你，否则你就不要，你就活在二维世界，你可能还可以赚钱，或者你不会因为有买单持续爆下来。中途都爆仓，这里是69000多，将近靠近7万，后来跌到大概6万，这里整整有1万点，没有几个人撑得了1万点，5000点你都撑不了，一般人是撑不了。再来，我再讲一次，这个就是在一个二维的空间里面，你可以任何时间点，你要这样画，也不能说你错，你要反过来时间重画，把它画到这里也对。那你不要矛盾，你不要说到底是下面这一条对，还是上面这个对，你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原本你在这里看见它的时候，它就是长这样，你也只能画出这一条。所以突破，往上突破，你去买并没有错，你不要怀疑你自己，你也不要怀疑这条线。一旦你要怀疑它，那你就不要画，你也不要用，因为你会赚不出来。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突破你去买，在你这张图上面，你并没有违背你的理论，包含你下面要画也可以，这个画起来就变成是一种楔形，它往上突破你就往上买，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赚很多钱。后来又发现3天后它又跌到这里来。那你也不要去问为什么，因为你不会有答案，你不可能在你的二维这种投影，它是一种投影。我再讲一次所谓的二维空间跟3维，以3维来讲，你2维看到这个是可以赚钱，这里没有错。这个下跌趋势你看都没有错啊，怎么会错？没有错。但是你并不晓得，你看到这个可能在3维世界里面。他去投影出来你这个动作，你看不出来，所以我才跟你讲，那是另外一个逻辑的问题。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去思考，你找不到那样一个原本的投影在哪里投，那你就只能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因为突破这个趋势，后来趋势改变，突破你就去买，你也不会赔钱，不见得你会赔啦。这以前在这里也有所谓的上升趋势，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你去画，会跑到这里来。那未来往下突破，那你就不要去买，你就空。这里也一样，你要
这个上方你去画也一样，你画这样你去买赚不了什么钱，未来你再画，等它修正以后你再画，你会发现哦，原来我应该画到上面，但是那是后面因为有高点，所以你才会变成那样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你如果前方这里曾经是低点，这里曾经是高点，你要认为是有压力，这里有支撑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也可以。你这样看也没有什么错。所以未来有一天，如果它往下突破，你只要止损就好，你反而还容易一点。那你也不要再去研究我要怎么样从上方开始一路空到现在，它跌完了吗？它还没跌完。那你看这一条下降趋势，你当然也可以发现它还没跌完，它的趋势还没结束。那你也不要去猜什么时候它可能会结束之后，接下来突破你的下降趋势，这个不要去研究。你只要等它突破，你接着去买就没事啊。所以把下方这个打开以后，就回到当初我们在讲说，这个下方这个时间点，在日 MACD 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已经做出它头部的门关门以后，这个是日，那日接下来它会转动周往下，那这个周往下，你会见到周会见黑，周会见黑的意思指的是你周的 MACD 本来往上黄金交叉，接下来它会变成死亡交叉。所以为什么告诉你说不要利用死亡交叉去空，也不要利用黄金交叉去买，并不是说黄金交叉它在往上走，这个投影你的 K 线往上走是错的，并没有错，但是可能会太慢。你等到发现你的周在做所谓的死亡交叉的时候，就像这样等它在死亡交叉，可能你根本就来不及。为什么？这里的死亡交叉是在这个时间点一交叉，你看这个去空，刚好空在比特币57000点这里，这一根看到吗？这个见黑在这里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整个全部从57000到70000，这里全部都是死亡交叉，所以才跟你讲，市场上在跟你讲黄金交叉、死亡交叉，其实不只有问题，问题非常大。你不只做不了，你在这里空进去，半途早就死了。你不能看这个空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跟你讲说你要研究，你要先知道没有死亡交叉去买这件事，也没有在利用死亡就黄金交叉去买，死亡交叉去空，没有这个问题。那你要去研究它，表示你钻错洞了。一开始我就跟你讲，没有利用那个在买这件事。那既然没有，你就不要去研究它。它有交叉的现象，但是你要在前面看，去说，你看到这里跟你讲，你看到这个明明有黄金交叉，它不是就涨了这么一段吗？没有否认。但是未来你以为永远都可以这样，那你就搞错。这里是死亡交叉，它刚好反着走，这全部都是死亡交叉。这里也一样，死亡交叉也没用，这里死亡交叉也是它的最低点，后面是往上的，所以这个它有交叉，但是它的交叉不是让你这样看以为它在涨，你要这样去用它，倒不如怎么样？倒不如你就简单一点，你不要研究了。你不要那样去研究它，你只要去画出一条趋势线，跌破你去空，这个未来靠近趋势线，有靠近你去空可以，突破你再去买，否则你就不要再深入去研究。所以我才跟你讲，5分钟可以解决的事，你就5分钟解决。你不想5分钟，你想要更了解更多，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。问题在于你。那一个问题不在外面书上怎么讲，而是在于你要有那个心理准备。想要真正去理解它，那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没有那种心理准备，你只想用那种5分钟、10分钟就去学到某一招可以怎么样万年可以用的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没有那种。所以不要要求太多，
一条均线你就用，3条也没关系，什么指标都可以，只要能保护你，对你来讲，昨天可能保护不了你，今天你学了一个东西，它可以保护你，不要让你这样持续沿路买，只要不要害到你，对你有所保护的作用，那个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学。但是记住，5分钟能够懂的，你不要花5天，也不要花5年。你花5年钻进去，你肯定会钻不出来。如果你的心态一直保持在一个我要短时间就要学会什么，那肯定你是学不会，因为出发点是错的。那与其这样，你就花5分钟把它搞懂，一条趋势线就解决，再也别去研究，你什么都不要研究。我告诉你，你还能赚到钱。一旦你钻到任何一个研究里面，你没有把它搞清楚，你肯定会钻不出来。最后你又恨不得你早知道当初3年前一条趋势线，你还能好好的活在里面。后来因为你学太多，越学越复杂，那你会得不偿失。OK， 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